大家好，我是郭明明，又见面了。上一期介绍了星际迷航里的动力系统，这一期讲一下另一个有意思的部分——力场 （force field）。在星际迷航里，力场是个常见的东西，虽然笼统的叫力场，但至于是什么力、什么场，却没有解释。力场根据不同的用法可以分成好多种，共同点是都可以反弹或者吸收能量，以及阻挡物质。在正常状态下，力场是透明的，在受到撞击时才变得不透明，带有噪声的形态。很多提到力场的时候，都觉得能用电磁场来做这件事情，但实际上电磁场和设定中的力场差别巨大。从最大的看起，不管是星舰、空间站，甚至一些行星，都有一层力场护盾的防护。这个护盾主要是从偏导仪发射出来的，称为偏导仪护盾。这东西是刚需，可以在高速飞行过程中弹开迎面而来的空间物体，保护船体，并能阻挡各种空间里的射线对内部的破坏，以及隔热。其次就是作为作战中的防御，如果没有护盾，再强的星舰也会被秒掉。一般来说，星舰会有多个护盾发生器作为防御上的补充，每个负责不同的区域。每个区域的护盾就像有个血槽，被打了就会掉血，掉完就失去功能。这种护盾有个可以设置的频率，允许频率相同的物体通过，自己发射的武器就需要调整成相同的频率，才能在挡住对方攻击的同时自己进行攻击。Enterprise D 就是因为频率被 Duras 姐妹知道了，用一发鱼雷穿透护盾，严重受损，工程船体爆炸，碟部坠毁。小艇的护盾也可以开成同样的频率，能在星舰开着护盾的时候停靠，但很多时候没有遵循这个设定，非得让星舰关掉护盾才能停靠。Borg 这样的先进文明有单兵级别的护盾，受到攻击的时候，护盾会调整防护方式，很快进行适配，以抵御攻击。现实中，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力场护盾里。地球的磁场能在很大程度上抵御太阳风的带电粒子，大部分会被推开，有一些会进入地球磁场的南北极，和高层大气的原子碰撞，产生极光。大气层也可以算出护盾，绝大部分流星在大气层就烧毁了，不会落到地面。位于外太空的航天器就没那么幸运了，宇宙射线、太阳风、微流星都会对航天器造成破坏，尤其是深空探索的。去年韦伯望远镜刚在展开阶段就已经遭到了多次微流星撞击，5月份的一次还相对严重， C3 区域的镜片被打歪了一点，需要调整后才能继续使用。现在有用称为粒子护盾的东西来保护航天器里的电子设备和人，这有点硬扛的意思了，用一层合金来阻挡宇宙射线里的粒子。磁场护盾有被提出过，用一个磁场包裹住卫星之类小的航天器，可以偏转掉宇宙射线里的带电粒子，减少卫星损坏的可能。但是这种护盾挡不住中子等中性粒子，那得用很厚的铅板。在阻挡微流星方面，碳纳米管组成的网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碳纳米管的强度和钢一样，但是透明，微流星撞到会被弹开或者粉碎。不过不像力场护盾一样可以隔空控制形状和位置。目前碳纳米管也就能做到几毫米长，远没有进入实用的领域。当然，力场护盾不是一直都有， ENT 所处的时代就还没发明，里面的进取号只有个很小的偏导仪，抵御攻击主要靠的是外壳极化。按照设定，极化是把电磁能量灌入船壳的金属，强度会提高一个数量级，但是这在抵御辐射和空间异常方面就差多了。有时候船员需要进入休眠状态，减少辐射的影响，这个极化在现实中没有对应的东西。另一种比力场护盾还强悍的防护方式是烧蚀装甲。DS9 里的永康号以及 VOI 最后一集里的航海家号都安装过这样的烧蚀装甲。这个东西像鳞片一样一块一块装在飞船外面，在某一块被击中的时候，会通过蒸发把能量带走。按照技术指南， Enterprise D 这个级别的星舰也会有一个烧蚀陶瓷的外层，但在剧中没有明说。现实中的飞船底面有厚厚一层泡沫塑料这样的材料作为热盾，在重返大气层的时候，这一层会通过蒸发形成隔热层，并带走空气压缩的激波产生的高温，防止飞船本身被烧坏。这样的热盾是一次性的，每次落地之后就耗完了。有的火箭引擎喷嘴内侧也有一层烧蚀材料，给喷嘴散热。另一方面，上一期说的现实中的曲速炮本身就可以是一种护盾。前几年有一篇论文
是关于利用曲速炮边缘的巨大空间扭曲，把撞上的物体弹开。是不是觉得曲速炮有点太高能了啊？能操控时空的当然高能。除了护盾级别的立场，星际迷航里还经常提到几种其他类型的立场。最常见的应该算是隔离立场了。这个立场一般出现在舰内，为隔离不安全因素而启动，就像一个透明的可以开关的门。常见的隔离立场用法相当于现在的火灾隔离门，在走廊的2个地方降下隔离立场，把一段区域隔离开。中间的危险人物、有毒物质、船壳破裂，就限制在一个小范围内，防止扩散。隔离立场上还能设置一个允许穿透的小窗，常用于代替球式的铁栅栏。进一步引申，既然能不用实体进行隔离，那就能用来隔离反物质。上期提到，新建的曲速引擎需要反物质作为燃料，这些反物质在位于水星的核反转设施生产，转移到星舰存起来。为了避免与物质接触而湮灭，在运输和存储的过程中，反物质需要用立场来隔离，万一失效就会造成剧烈爆炸，后果很严重。现实中反物质的存储是通过电场和磁场来完成的，这个东西叫做离子井，可以让反物质的离子悬浮在真空中而不接触到正物质。还有一种立场用于新舰的外部，称为结构完整性立场。如果护盾被打爆，船壳也破了，这个立场就能启用，防止外壳变形或者解体，也防止舰内失压。当然，剧情需要也有启动慢了，人被推出去的情况。还有更进一步的安全立场，一般作用于地面设施甚至整个星球。这个东西不但可以防御和隔离，甚至连通讯、扫描、传送这样的信号都可以屏蔽，有时候称为能量屏障。在星际迷航的设定里，整个银河系都被一层强大的负能量屏障包裹，星舰的护盾也没法抵挡。试图穿越又没被弄死的话，会获得超能力。在最差的电影第5部里，银河中心也被一层能量屏障包裹着，里面住着一个自称为神的外星实体。那么如果现实中没有和立场一样的东西，最接近的会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反过来想这个问题，先考虑一下可以排除什么。目前已知的力有4种：引力、电磁力、弱核力、强核力。后2种核力作用距离在原子核内的级别，可以直接排除掉。引力不但很弱，而且只能吸引，也可以排除掉。电磁力只能作用于带电的和导体这样的物质，也不全面。即便以后发现了新的力，也一定会非常非常弱，比引力还弱很多，也能排除掉。所以这里不会是力的作用，自然也不会是力对应的场。那么如果不是力场，还有什么能做呢？有啊，等离子。它是我科普视频里的常客了。把物质电离后形成的等离子，可以通过磁场来隔空控制。现代的工业焊接有一种方法叫做电子束焊接，用高能电子束撞击来精确融化金属。这东西和老的 CRT 显像管一样，都有个电子腔，用来产生电子。为了减少电子与空气分子撞击造成的损耗，需要尽可能在真空中工作。显像管是把里面抽成真空，电子束打到荧光粉，发出的光来显示颜色。但是作为焊接设备来用的话，就有这么一个问题：要是把焊枪和被焊接的物体都放在真空内，就得把整个房间都抽成真空，或者到太空焊，成本极高。如果焊枪位于真空中，被焊的物体还在空气中，那么就需要有个东西能把它们分隔开。这个东西不能阻挡电子，但要阻挡空气。等离子这个时候就发挥作用了，把焊枪的管道内注满氩气，加热到12000度，形成等离子，再用磁场把等离子压缩成薄薄的一层，称为等离子窗。这层等离子压力很大，外面的空气进不去，里面成了真空，而电子束却能无损地穿过等离子，用于焊接。等离子窗的发明极大地降低了成本，同时等离子的温度可以很高，比如聚变反应堆里的等离子可以到上1亿度，所以如果有个极高温度的等离子层，碰到它的物质都会被气化，相当于能阻挡物质通过。对于电磁辐射，比如无线电信号或激光，等离子也有办法对付。地球大气层的顶端有一个电离层，太阳的紫外线和 X 射线把这里的气体分子电离成等离子。等离子的频率和里面的电子密度有关，
如果无线电信号和电离层里的等离子频率相同，就会像光照到镜子一样反射，这使得无线电宽频通讯成为可能。所以一些研究就是关于如何在航天器外面构造一层反射电磁辐射的等离子层，用于载人火星之旅。这个技术也被称为等离子炮。把刚才说的这些组装起来，如果是带电物质，用一个磁场来偏转；如果是中性物质，用高温等离子层来气化；如果是电磁波这样的能量，用特定频率的等离子层来反射。这几个叠加使用，我们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类似星际迷航里力场护盾的东西。如果用氩气来产生等离子，那也是蓝色的。当然，这样使用磁场和等离子能耗巨大，在没有聚变反应堆之前，还是没那么容易用于护盾的。这就回到了上一期说的动力系统，只有了强大的动力，才可能有隔空控制的护盾。说起隔空，这也是长期以来科幻作品喜欢的风格。在星际迷航里，常见的隔空操作有牵引光束和传送光束。下一期就来看看这些，欢迎继续收看，再见。